那天我們在那個中華街突然偶遇了，也就是偶遇，相當于偶遇，对吧？对，我覺得也是一種緣分。剛好我知道呢，你是在這裡提供服務的，所以呢，我想今天跟你聊一聊，也方便咱們來這裡投資的中國人嘛，對吧？我姓張，我的英文名叫 Marvin。然後我是呢，2013年的時候就開始出國工作了，只不過那個時候都是跟着企業嘛，跟着公司的嘛。然後在那個津巴布韋、緬甸、迪拜還有科威特都待過。你走的地方挺多的。走了幾個國家，前面在津巴布韋是待了3年，然後後面是在一個裝飾公司，海外裝飾公司上班，就跟着項目走嘛。在緬甸待了7個月，迪拜只待了1個月，然後在科威特待了也是6、7個月。然后后来18年的时候，18年6月份就来了肯尼亚，就一直在这边了。然后刚刚来的时候也是在企业上班，然后后来23年的时候，23年就是就是自己这个辞職出來了嘛，然後就是做這個諮詢服務公司這一塊，就一直反正目前在肯尼亞也是待了正好8年多嘛。那你算資格比較老的了，在這對吧？從時間來說。我們認識很多的人，你像我18年來的時候，我那個老闆他在肯尼亞，他是90幾年就來了肯尼亞了。你主要是提供哪些服務呢？我這邊服務其實很簡單的，就是第一個就是簽證這一塊，簽證所有的這個簽證，然後第二個就是公司的證照這一塊，然後另外我和一個合作夥伴的話，他是專門做稅務這一塊的。你的合作夥伴是華人還是中國人？中國人。他也是我們安徽的，是我們老鄉。但他年紀都差不多的，他是在這邊也待了差不多也有8年多。也就是說，如果是比如說哪個人或者哪家公司想來這裡投資，他們都可以找你，對吧？對。我們這個因為以前的時候我是只做簽證跟公司證照這一塊，因為稅務這一塊太專業了，對，所以我沒有做。但是呢，就是今年的時候，我們那個老鄉嘛就聯繫了嘛，對，就說大家一起嘛，就是類似於一個事務所一樣的。對，那挺好。就是對這個企業項目落地的話，可以說就是一個一站式嘛，一站式的服務都是 OK 的。如果是我來這裡投資，我也會感到好奇，就你們收費是怎麼樣的？收費這個的話，官方的費用，你像官方的費用，還有它都是在那邊都是很明了的，都有那個官方的 invoice 的。我們的價格跟別人的價格比嘛，應該是有一定的優勢的。就是因為您在那個唐人街這塊應該也是轉了很多圈了，你可以看到他們有放那個廣告牌。是的，對。但其實最多的這種，你就是像我們這種在這邊可能待的時間長一點的，英語好一點的，是吧？你做服務這塊都是可以做的。這個時候你就是主要就是看一下價格嘛。對。然後還有就是在這個合作的這個途中看一下這個專業性怎麼樣，是不是？對，是的。一個是看價格，一個是看服務。我這是第2次來肯尼亞，反正我就覺得這裡如火如荼的，有點像咱們國家可能是2000年代上下左右，對，到處在熱火朝天的，對吧？也就是說這裡的發展機會，從我外人看可能是比較多的。那過去這些年，從中國過來的人多嗎？很多呀。很多，因為我們這邊的話，你像就是從疫情之後，從23年之後，那是太多了。就是因為疫情3年的時候，你說從19年的年底嘛，一直到差不多23年的年底，這中間差不多3年的時間，對，人確實是不多，但是從23年這個國內的疫情也放開了之後，那個來的人是特別多了。你像原來咱們這一塊是我們叫這個在 Kilimani， 在這個中華街這一塊的話，它基本上算是一個生活區這個樣子。然後你像去了蒙巴薩路那邊，再從蒙巴薩路往那邊的摩洛隆走，那個就主要是這個倉庫區，還有這個工廠區，那邊的人還有那邊的環境絕對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疫情之後，我們在24年，我突然往那邊有一次跟朋友去那邊釣魚，路過那邊的時候，那邊全部蓋的都是工業，都是那種工業園，然後很多的中國人在那邊是，有的是做倉庫，但是還有很多的他們就是因為現在我們都能知道，你在肯尼亞或者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你光是做傳統的貿易已經很捲了，它沒有門檻的。然後那邊呢，現在是有很多人搞一些小的製造業，那種製造業我們講句不好聽的話，有可能就是跟90年代
就是那种家庭作坊性質一样的。但是目前把它复制到肯尼亚来的话，它还是有利潤的。從你的角度來說，你在這裡已經扎根那麼多年了，如果是國內人想來投資，你建議在哪些行業呢？因為這樣的話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對吧？這個事情的話呢，我們之前有一個老鄉啊，我們是一個村子的他也是好幾年前在21年的時候，他就說想出來是吧？說想到這邊來發展。前段時間我們又聯繫了一下，他又給我發了一個清單他說哎呦他說這個哥你看一下，我們現在手裡面有這些資源，20-30項，各行各業的都有，就是意思就是說有哪一個行業是吧？可能就是說做的人少一點，没有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的。然後我掃了一下的話，我說這個東西真的是全部都有人在裡面做。就是說它其中的這個叫什麼一個什麼新能源車呀，是吧？新能源車輛，現在這種新能源那种摩托車那種電摩也是有好幾家在做了。它可能是只是說那種 vehicle 那種做的人少一點。但這些都是資本密集的。對，你就包括我們在24年年底的時候，他們說綠源就來考察過。新能源車哪吒它是已經落地了，他們在那个体育馆国家体育館對面有一個對，離這裡4公里左右那個地方。對，它有一個有一個 4S 的專賣店的。你像它這邊什麼手機通信模配呀，什麼家電五金。纺織配件機械這些都有人在做，全部都有人做。是那你看這個什麼光伏啊，這些都已經捲了，不能再捲了。就是貿易的肯定很捲，對吧？貿易的是很捲的。現在主要就是嘛，你稍微也可能有一個中資產的中重資產投資這個樣子的。就是普通的人，比如說你有幾十萬、上百萬，可能來這裡也比較困難。資本太小了，也是可以的。我這邊呢，你像我認識一個客戶呢，他們是從24年，也是24年5、6月份的時候，他們第一批人過來的。他們就做二手服裝，做二手鞋子。然後那個兩個老闆呢，都是60幾年的，帶了一個稍微懂點財務的，也是50多歲了，就三個大哥大姐在這邊做二手服裝，他們也做了2年了，就把國內的二手服裝。對，弄過這邊來。對，他們國內是有人專門收衣服的嘛。收衣服就像難怪在網上很多人看到拍那個有中文那個對那種字的什麼學校的那種衣服，對吧？這邊太多了，你像之前這個我不知道您在國內可能待的時間不長，他們很多小區門口都會放一個櫃子。我知道，這個你知道的。其實那些衣服都不要錢的那種。對呀，你是免費送給他，但是他們稍微清洗一下、打包一下就發到非洲來了。無本生意相當於。你在按件賣嘛？是批發給人家，對吧？對，這種都是批發的價格。這是一個模式，對。你像他們做那個二手鞋子的，他們就說，那個就是走量嘛。他們說一雙鞋子可能就說連1毛錢都賺不到，賺幾分錢。他們就是走量。那他的國家允許進口這種二手的東西嗎？目前是可以的呀。現在在肯尼亞這邊做紡織這一塊，就說做服飾加工這一塊的話，基本上都是全出口的，他們都是在那個 EPZ 園區裡面。EPZ 園區就是說在這加工，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對，基本上都是歐洲、美國這個樣子。是這樣。國內的上市公司，還有香港的上市公司，都是在這邊，他們過來這邊開服裝廠。所以來的中國人多了，所以什麼都捲，對吧？特別是貿易。我也發現，而且我也做了不少功課，就是建議呢，沒有什麼很多資金，或是沒有什麼很強貨源的，可能在這裡做貿易就比較困難啊。你做貿易的話，你就現在因為在非洲這邊的話，他們很多這個大多數的還是屬於這個貧困人口，他們對價格是很敏感的，所以你要做貿易的話，你就得看一下你自己的貨源了嘛，是不是？是的，這個附近啊叫 Kilimani 附近，我一出去發現呢，很多中文的那個什麼樓盤呀，什麼廣告牌呀，那就說明在這裡中國的投資真不少啊，對不對？中國這邊主要是在 Kilimani 這個區，他們就是房地產投資，都是房地產投資。因為剛剛我說了嘛，在中華街這一塊的，我們可以叫它一個叫生活區，
然後就是這邊呢，原來的時候呢，你像我們18年過來的時候，這邊只有2個這個，我們就說叫 shopping mall，就中國人的這個採購的地方是吧？是那邊一個叫肯中那個地方呢，就是很老的，很有歷史的了。它那個地方呢，就是鋪子只有10多間，它就是一個院子裡面嘛，那個院子裡可能院子只有個300-400平這個樣子。啊，現在在那个中华街，挨着中华街，好像在建一个很大的那个购物中心，是不是？对，唐人街旁边现在在建那个，是叫唐人街2期啊，是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是个大的 shopping mall， 是个商业综合体嘛。哦，就是基本上1、2楼是这个很多的 shop， 然后上面办公室啊，或者你看顶楼上面他们也是做了一个中国的餐厅嘛。反正就是说，它里面的鋪子基本上還跟中華街是一樣的，但是它現在就是建了一個比較現代化的一個商業綜合體。還有呢，那天我去看了，就是你說 Chinatown 2期對面那個地方，那個樓盤叫劍橋花園，我去看了，然後呢，他們的房小戶型的全部都差不多賣完了。對，因為他說沒做什麼廣告。因為這個都賣完了，這個就是看地段，我覺得那個地段真的不錯啊，對吧？是的，因為對面它就有那個，它離這個商圈嘛，唐人街了，咱們就說商圈嘛。對，是的。他們很多過來考察的，就願意住小米酒店。第一方面，因為小米酒店它這個名氣還是打出去了。第二方面，確實它那個位置是相當好的。就是對面，對，就是對面，對，過個馬路就是底下就是對，什麼都有，對，還有。我做了一期節目，也是專門講我了解的那個這一帶的房產市場的。我說，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很多在建的那個樓盤，其實大部分呢，可能都是中國開發商的，對不對？對，我說的對吧？對。然後呢，有的網友不理解，因為他沒有來過這裡，他就認為啊，你看又是中國人來那個非洲把房地產炒起來。但是我認為，這裡應該是他有需求。這個它都不算是炒，因為它確實就是您說的，需求在那裡，有這個需求，它是有這個需求的。我說了，跟國內那個房地產市場完全不一樣，對不對？這種它不是他故意炒作起來的，不是故意炒作起來的，確實是有這個需求。一方面這邊很多的中國人，在肯尼亞呢，現在差不多有10多萬，13-14萬中國人。而且在肯尼亞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集中在這一個基里馬里這個區，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區，對，就是生活區嘛，所以很多中國人買房呢，確實是有需求。另外一方面的話，就是說，他們就是做民宿的做民宿的，你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小米 hotel，他們主要就是面對的是這個國內過來考察的，或者是國內過來旅遊的嘛，是不是啊？你同樣的一個小米 hotel，你能照顧多少的客人呢？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說，去年的話，光去年我知道的就4-5家民宿過來開的，很多人都是，你像去年11月份有幾個人，他們去年11月份就來的，然後民宿現在，他也才大半年的時間，人家民宿也都基本上都是滿房，基本上都是滿房，就說明來的中國人多，太多，需求大，太多了。另外呢，這裡買的不僅是中國人，我聽說不知對不對？聽說大部分呢，其實並不是中國人買，而是呢，有那個他們本地的比較富裕的那些人，還有呢，甚至呢，索馬里的也有，對，索馬里還有歐洲的投資客，對，就是外國那個來這裡常住的，對吧？就是他們中東的聽說也有，他們就是做愛彼迎呢，就是做民宿啊。因為這個東西的話，你像去年的時候，我認得一個加納的，他也是在加納做諮詢的然後他說，哎，這個Marvin，你們那邊這個房子聽說很好租，是不是啊？我說確實是的。然後他說他有個朋友過來一口氣就買了10套。這個我不是說為房地產這個代言打廣告，我只是說一個事實。因為肯尼亞這邊就是可能小戶型的比較好賣，對吧？對，您說的沒錯，就是說這個小戶型，像您這種 studio 性質的，或者是那一室一廳的出租是非常好出租的。你買一套的話，咱們就說這個400萬限令，是不是啊？你租出去，你家具啊、家電吶這些全部齊全，你租出去最起碼5萬限令，5萬限令你租1個月，你400萬的話就是80個月，80個月你再除一個12，咱們就說差不多7-8年嘛，你這個本就回來了。也許還有一點點升值呢。對，但是升值的話，現在基本上是升不了的。升不了了。但是它的價格也降不下去。現在一般是什麼價格？
現在的話，按人民幣平方米，按人民幣的話，差不多6000吧。6000啊？对，差不多6000。对，我了解也是差不多。差不多6000。但是现在他们为了把这个價格给賣上去的話，现在他們都是基本上很多都是做精裝了。應該精裝，我覺得。這個看人嘛，這個看人嘛。因為你的裝修好一點，你的租金也可以租得高一點，我認為吧。你買了多少套在這裡？我還沒有，我只買了1套。22年。對。那時可能要比現在便宜，可能2-3成吧，還是不止。我那個時候買的兩室的才600萬現金，才30多萬人民幣。哦。80多平。那挺合算的。現在可能要50萬左右。對，他們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是他們那個房地產的老闆，他是說這個手上資金不多了，然後我們就是說，他就跟那個朋友說了嘛，說有沒有人願意買，我們便宜一點，只要是一次性付款就 OK 了。我們是600萬現金嘛，但是他後面掛牌都是掛1000萬的，就差不多50萬嘛。你應該多買2套就可以了，還可以出租啊。我這個人就比較懶的，嫌麻煩。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比如說買2套小戶型的啊，那你每個月有4-5萬、5-6萬，加起來有10來萬左右的那個租金也不錯。對，這個確實是的呀。10來萬就是好幾百美元了，700-800美元了。10來萬，你現在差不多就是5000人民幣嘛，差不多700-800美金。對，是。其實他們做民宿的就是這個樣子嘛。他們做民宿的話，但是就是說他們可能一次性買不了那麼多套，他們都是從房東那裡先租過來嘛，然後再對外出租嘛。其實性質是一樣的。像我那天去看那個劍橋花園，它是7房，然後呢，它是2年多之後才交房。對，我心裡有點還在挖地基。對，剛剛挖地基的時候啊，都不知道到時如果有沒有可能資金鏈會斷呀，這種風險。這個在內羅畢確實是有，但是真的很少很少。很少是嗎？對，有的老闆他自己因為一些事情嘛，資金鏈斷裂嘛。我們知道的只有一兩個。你覺得在整個內羅畢大概有多少個在建的樓盤？中國人的在建的樓盤，我現在已經好久沒有去了解了。但是就是說，這種房地產公司的話，前年的時候就已經170多家了。那麼多啊？對，然後這2年還湧進來很多家。那也就起碼超過200，對吧？肯定的。那真的不少。因為這個現在他們是就是然後就是上次我好像跟您說過，就是這邊 Kilimani 這個區，他們這些公寓樓的話，基本上都是疫情之後才起來的。然後呢，就是在 Kilimani 他們基本上已經很難拿到地了。你有空的話可以去北邊，去 Westlands 那邊再去看一下。我去過。只要是這種筒子樓的外形的，都是中國人做的。還有你在這裡，你肯定你也發現了，反正我看到是這樣，像 Kilimani 這個區是屬於比較好的，對吧？然後你去有的區，就是與這裡是完全好像2個不同的世界。就是你可以看得見，有的地方特別貧困啊，人又多，就典型的非洲發展中國家那種形象。其實 Kilimani 這一塊的話，以前也是很差的。也是很差的。但是這個確實一說就是中國人給它帶起來的。所以如果你光是在 Kilimani 這個區啊，你待幾天，你沒覺得它像一個非洲窮的國家，對吧？但是你走出去可能5公里、10公里，你就發現完全不同的世界。因為咱們這個 Kilimani 的話，它跟那個貧民窟就是只隔着一條 N 公路嘛。Kibera 是吧？有個叫 Kibera 嘛，它是非洲第2大的貧民窟嘛。我也去過，對。那邊裡面住了1/10內羅畢的人口。那麼多啊？對。你也去過 Kibera 對吧？ Kibera 我沒有去過，我去的是北邊的一個貧民窟。然後你看了之後還是有想法的，我認為就是說對比咱們中國哈，我認為能夠在中國，即使在比較貧困的城區啊，什麼城中村生活也是很幸福的，對吧？那個地方北邊那個貧民窟為什麼去過呢？因為北邊那個貧民窟呢，它有一個大使館投資建造的一個學校，
我們俗稱就叫北京小學。它裡面收的呢都是这个当地的这种孤兒。然後呢，就是裡面得有個幾十號、上百號當地小孩吧，因為孤兒。對。然後就是這個怎麼說呢？有的人知道的，有的遊客，有的過來旅遊的人知道的呢，他就想過去參觀一下。然後我就是跟着他們去過2-3次。這個東西包括以前我在工廠上班的時候，我們工廠不也是有那個什麼叫社會盡責嘛，是不是啊？每半年大使館這邊都會牽頭，經商處這邊牽頭，我們這些中方的企業表示一下你們的，對，都會到那邊去進行一些捐助，米啊、麵啊、油啊。然後包括後來出來，從公司出來了之後呢，那個學校還是去過幾次，就是因為有的客人想去，他們也是說都是帶着自己家小孩的嘛。都是10來歲的小孩帶過去給他們看一下，他們都是很歡迎的。因為中國人去的話，基本上都會帶東西，對，就會帶一些東西嘛，都是超市買還是米麵油這些東西。對。然後過去看一下，他們那個這個北京小學呢，就在北邊的那個貧民窟，也是比較大的。現在那個北京小學還在嗎？一直都在。也是有大使館扶持的是嗎？對，就是大使館叫大使館牽頭就是捐的這個小學。捐贈。在網上面應該可以 Google 一下，應該有一些更細節的東西。哎，我想問問你啊，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來肯尼亞這裡，而不去其他國家東非的？也去啊，他們也去啊。那為什麼這裡有10幾萬中國人呢？這個東西怎麼說呢？肯尼亞這邊叫綜合考慮嘛，咱們上次也說過，從政治、經濟還有這個社會環境綜合來考慮的話，還是經濟的話，雖然說肯尼亞的經濟在整個非洲53個國家大概只排個前5這個樣子，但是你再綜合其他的，你說尼日利亞確實是第一大經濟體，但是人多啊，但是它太亂了，對，它就是因為人多嘛，它好像是1、2億的人，2億多好像。但是那邊很亂呢。我們以前工廠的工程師去那邊去做那個設備保養的時候，都是下了機場，直接就是公司要派憲兵，持槍憲兵去護送的。尼日利亞那邊是很亂的。那麼亂？對。你看南非也是的呀。我們有個朋友，他過2天要去南非去學習，去半個月的學習，他都不敢去。南非那邊很亂。很亂。他們說你開着車在等紅綠燈的時候，可能直接一把槍就隔着玻璃就頂着你。哇！這個是我們都是認得的人，都是親身經歷過的。以前我們同事去南非採購煤礦，去了2次。他第1次去的時候，他說：“哇，我們晚上大半夜的，樓下都放鞭炮。”不是鞭炮，其實是槍戰。對，那麼亂。東非這裡肯尼亞應該是它是比較好的，對吧？比較好的社會比較國家。你要是說搶啊，包括入室搶劫啊，這樣子確實是會有，但是就是自己可能要更注意一點嘛。對，這裡監控我幾乎沒看見，基本上沒有的，外面基本上是沒有的。在這裡如果是做安防系統，有沒有？安防這邊也有中國人做這個安保公司。安保公司。就是說他們。我說如果是裝監控的那種。裝監控有啊，我那個朋友。也是做這個的。對，這邊做監控的，你說大華呀、海康威視啊，他們這邊都有。都有了，都有人的。他們有很多人在這邊，在24日問那邊，他們一開始他們可能就是過來那種家具貿易，是不是啊？然後後來就是做一個加工廠，自己從國內進一些什麼鋸子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設備，搞一個這個家具加工廠，是不是啊？前2年的時候，誇起來可能有10多家家具廠。但是沒有關係啊，人家說單子都做不完，大家的單子都做不完。家具廠。對，家具廠。那如果在這邊開，相當於國內1、2元那種2元店、1元店呢？這個特別便宜的。這個23年的時候有人說過這個事情。這不他們是當時說什麼50先令、100先令這個樣子，但是他也沒有最終沒有做下去，不知道為什麼。可能物流這種成本太高了，有可能。這個東西，因為你這個東西你的走量了，你一年你不知道要發多少個櫃子呀，是不是啊？而且現在國際形勢也不好，海運方面可能風險也比較大。現在海運的費用是你一方面從油價上面，另一方面從海運的這個路程上面來說，是啊，乃至於再從肯尼亞的關稅來說，他們現在不是28號嘛？今天是26號，28號週五，它有一個大遊行。
有一个大游行，就是因為政府這個稅漲得太高了。那碰到遊行最好不要去。對，遊行的話，就是這邊遊行比較，就是 CBD 那一塊，CBD 那塊是肯定會動靜非常大的。對，然後就說鬧到 Kilimani 這邊來的話，極少數。但是貧民窟那塊 Kibera 那邊是會比較亂的，而且這個東西是涉及到整個一個這個稅 tax 的，他們是所有的民眾都是怨聲載道，都是怨聲很高的，所以咱們28號就老老實實在家待着。是的，是的。我覺得啊，就是對比起來，國內的治安這塊，我覺得是我見過全世界不會出前3。治安這一塊的話，那國內這個確實是沒話說的，因為這個對國家對這個犯罪的打擊力度也很大嘛，再加上這個相應的就是剛剛咱們說的這個安防系統這一塊，是不是啊？對，就結合起來，國內這個確實是沒話說的。你像我們在非洲就只能說自己注意一點了。